瓦尘。萧勇要死，琅琊王也要死。来贺你。花水相望。不许等了他把刀。来此送葬，为你身后事。无论过程有多艰难，彼岸终会到达。永茂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李渊，唐门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用一双眼看世间的绝，一缕风将身为民吹灭。请你当下我这场的女子，你要好好珍惜她，她是幸福。如此完美的妖人，就这么被你给毁了！这3位之前亦是接近逍遥天境的高手，可惜不如你师兄天资卓绝，可以炼制金身药人。不过今日用来对付你们2位，我想也是足够。永茂，唐雷月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会不会娶我？会的。相逢为缘最初目光，一如过那你能不能当我们星落月影阁那里举办过婚礼？好。都依你。你遥遥相望时的念想，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会怎么来呢？能不能针抓大一点，这样我也会很有面子。毕竟之前都是我在追赶你，在宇哥他们面前有些丢人呢。岁月如常，为你留在心里半生安和修勇，愿望。今日真理，我会踏着红色的凤凰而去。目光，念不忘
傻瓜，这世上哪会真的有凤凰啊？将琵琶境外，我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。第1道为千鸟精鸣，第2道为天雷无妄，而第3道是千鸟精鸣和天雷无妄同时使出。我凤安银。这是。 原来真的有凤凰。我带你走。果然，纯粹的剑意，世间难寻。可万事万物若真到了极致不可回头的地步，极致的善变成了极致的恶，极致的恶反而成了极致的善，极致的光明更是一片黑暗。 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。若是入魔能让我的剑更强，为何不入魔？你若不回头，执意这般用剑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将被剑意反噬，浑身经脉寸断而亡。父亲当年也执着于剑，可他从未忽视过自己的家人和臣民。人可以把剑视为最重要的事物，可剑。 不应该成为唯一。人会背叛你，而剑不会。想不到这么久过去了，无敌师兄信奉的，还是如此极端的剑道。是你。你我之间的对决，怕是无法进行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一起制敌，也不失为一桩幸事。 无敌师兄，许久未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停留在原来的境地？停静越久，越静越强。等一个机会，一剑入神。一剑入神，很可惜，我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看来无敌师兄。 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之中。既然背叛无双城，就别怪师弟大义灭亲。入魔之前，他已近乎剑仙，如今全然入魔，实力不可估量。看来我这个无双城城主，却是谁也敌不过了。盛极必衰，入魔之体看起来强大非凡，但却是外强中干，找准弱点便能一击必杀。 有执念深重之人，正在此地入魔。是如剑仙。一剑断水。
我也有一剑。剑名：山雨晚来。空山新雨后，山雨晚来去。 你执着于剑，可剑是死物；你执着于死物，迟早会走进死胡同的。可常伴我身的，唯有一剑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事物都离我而去。无敌师兄，我没有胜，但你。 也不算赢。典将军，这次我们就饶你一命，以后一定要留点心。暗河的主意，最好不要再打。哼。 虽然此行未能与你对剑，但有这场对决，亦无遗憾。真没想到，在暗河之中，居然会有你这样的剑。怎么着？暗河之中，都应当是我这样的人。你们俩别站着了，今日使出了这么多损耗的剑招，还不赶紧坐下来调息一番？记得平时打完架，一定要赶紧及时注意调息。 哇，太厉害了！对呀，真厉害！你看，剑师兄这一剑真是利落中带着气势，难怪师傅夸你是我们这一辈里最有天赋的。对，说是城主来看弟子们训练，说不准他爱才惜才，直接把你收为亲传呢。嗯，还不够，力道不够，武器再练。哇！ 师兄真是精益求精，往后师兄定是我们无双城的翘楚，师兄弟们的顶梁柱。嗯。哎，城主来了！拜见城主。罢了，燕回啊，这里就是我们无双城的练习场。我日间要处理事务，你平素啊。 可来这里和师兄弟们切磋切磋，等婚时再回城主府习练剑招。嗯。他叫燕回，你们几个多多照顾照顾他。是。剑师兄，你怎么样了？再来！来呀！剑师兄，我得回城主府练剑了，明日再见吧。我会胜的，我会胜的。即使你有最强的师傅，有最好的剑法，我也会胜的。我剑无敌，不服输！我剑无敌，本该无敌！
无敌师兄，明日一早，我便会差人将你安葬。你我之间师兄弟的情谊，来世再续。李城主怎么没被这花毒所困？都被称为了剑仙，还被这小小的花毒所困，未免也太可笑了。确实可笑，不知二城主是怎么脱困的，也教教哥哥我。那自然是有解药。啊？是三城主给你的？怎么可能？雪月姐姐，您贵为雪月城的二城主，行事如此粗鲁无礼，属实是。女中豪杰，把你的解药都拿出来。我这花毒的解药价值连城，不是拿来给你做善事的。你要救谁啊？是救我。不是你谁呀？谢轩。哼，谢轩。解药还有吗？有。来。多谢这位兄台了。来。对了，李城主，这城中还有不少江湖人士也中了此花毒，你我身为剑仙，自然应当助其一臂之力。这瓶中还有不少解药，这花毒似乎也没有方才浓郁了。怎么救？将这解药化作粉末，散布全城即可。此毒由花所起，自当由花所灭。这世间能一剑满城落花之，唯有你了。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月息花尘。不等了！居然靠这个女人解了毒，真是让人懊恼。哼！李城主的剑还是那么美啊。方才我在来的路上碰到了几个白小堂的人，他们托我办一件事。我自是最讨厌这种事了，不过没办法，我母亲和他同为什么四守护。既然阿娘让我帮她，我便自然会帮她。幸好遇到了你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姬若风把我们聚集到这里，不是让我们看什么好戏，是自己藏了心思在其中。可白小堂找了你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方才的毒是我帮你解的，
我与你有恩，你理当帮我。我想，你的这些圣贤书里也是这么教的吧？二城主所言甚是，要我帮你什么呢？带我们去见你的主人。这些你说笑了，我带你去，我不死定了？你只需要在快到的时候提前走就行了。哎，但如果你不带我们去，你现在立刻就会死。不，你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带路吧。跟我一起。车夫，暂借一下你的马车。城内危险，你且留在此地等着。天亮之后，我们便会回来。啊，好。下！下！走了那么远的路过来，一场有意思的架没看到，反而要替白小棠收拾烂摊子，心中很不忿吧？好说，等办完这些事情，和当世的如剑仙比上一场，就不亏了。据说那宋叶回和你比试过，输得很惨，你咋还对他的剑感兴趣呢？苏燕回的剑法的确不错，不过他被无双城拖累了。还有，我也想看看苏沐雨的剑。你们不是一起参与过围杀叶鼎之那一战吗？他的剑你没见过？他曾说过，他的剑不是剑，是杀气。只有他以新的身份再次出现，方才能见到他的剑。他很强。当年如果没有他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重伤叶鼎之。这花剑伞已经没有方才那么浓郁了，我收拾东西，我们便可出此院落了。周公子，经此一役之后，我们的世剑对决大概率要延后了。有人想利用你我一战大做文章，到时候若再起风云，引无辜之人惨死，那便失去了这场事件的意义。更何况，方才你我并肩一战，我已感受到宋城主的剑意，很好。若当年父亲遇到的是你，或许结果也不会是这样的。无双城愧对于无剑城，愧对于主公子。我虽学艺于暗河，可此次前来，传的是父亲剑道。我本意只是想替父亲报仇，重扬无剑城之名，而不是想毁掉无双城。若我执意这么做，那便成了第二个刘云奇了。师父他重伤不治，毅然离世。他是我的仇人，亦是你的师父。如今大仇得报，心中自有痛快，却不便于宋城主面前过多显露了。我明白，那周公子，我们便后会有期。若有机会，再看一看宋城主更绚丽的剑光。我怕是不行了，但是我们无双城会有一柄更好的剑，等着与苏公子相见。告辞。我们也走吧。这家伙中了你俩致命一剑，不可能还活着。不知疼痛，不知畏惧，只有杀心。这不是走火入魔可以解释的。这难道是？
什么？是西楚所传的药人之术，能让死人重新站起来作战。当年西楚与北离两军交战之时，西楚便是用这药人之术强行拖延了许久。此法有违天道，但由于太过奇异，西楚如仙便不舍得就此将其毁去，便将它传给了我们药王谷，希望药王谷能从中寻觅一个能将此法转邪为正的机会。此书原来被你们药王谷拿走了，那你们做到了吗？做不到，此法之邪异，就连新百草也无法窥悉全貌。我有一个师侄，也就是新百草的小师妹，名唤叶鸦。她因为丈夫早亡，所以对这类起死回生的邪法颇为热衷，终日研究这药人之术。后来她叛离了药王谷，并也带走了这本秘籍，是世间唯一会此法之人。如何破解？13回望。他刚成药人，浊血流转不顺，我制住了他。宋玉一剑绞碎他的心脏。哲叔，你就对你女儿的伤势这么放心？哼，药王醒不草都来了，自言无忧。哲叔，这辈子你有没有喝过喜酒啊？哼，我们这一行都是受人喝死的，葬礼我倒是参加过不少。喜酒嘛，我只喝过我自己的。哼，哎呀，那是我跟火坏他娘亲一路逃亡，路上在一间破庙里面结为夫妇，拜了天地，供应了当时省上最后一壶酒，也算是喝过喜酒了。那酒滋味如何？甜啊！哲叔不是只喝烧刀子的吗？我听说只有南方的果酒才是甜的。还是烧刀子，但是那天喝起来就是甜。哎，我前辈不醉，那天也醉了，于是就有了我的女啊。哎，我倒是没喝过喜酒，不过如果有机会，也希望能喝上一杯啊。长河啊，你这句话讲起来意味深长不？你懂的。哼。倒也不必这么着急。师叔，得罪了。哲叔，你说，我们要是在南安城住下来，是不是也挺好？你也属木语附体了。只是忽然能理解木语心中所想了。你可是大家长啊！世上有一个南安城，就有10个南安城，100个南安城。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南安城，那他们也能找到他们的。一声令下，大家四散天涯，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不也是蛮好？政治的意志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。大家出生于江湖，哪个不想做那个叱咤风云、搅动风雨之鹰啊？我们都是站在过高处的鹰，我们晓得高处不过如此。
但是暗河中还有很多人没有，他们还有野心。你看他们就这么四散离开，最终不过是死在另外一个战场之上。他说完了这一点，我可以政治选，苏沐雨也可以政治选，但偏偏你没得选择，因为你是大家长。师叔，接下来我将落下最后一针，期间的痛楚你应当知晓，还请稍作忍耐。起，落。苏公子，在，便是此处，便是此时。好。神已经睡过去了，一切安好。我便知道一切无忧的。饿了。药王想不想吃青椒炒鸡蛋？哎，于哥，药王大驾光临，我们能不能出去吃点好的？来，大点声，说出你的心里话。我想吃福寿楼13道大菜的盛宴，再配上一壶落白酒。再真心一点儿。我不想再吃我宇哥做的饭。这就对了。哎，萧炎，去福寿楼订最好的雅间，今晚就上的13道大菜的盛宴，好好招待一下远道而来的药王小师侄。我请客。明白了。我都有些恍惚了，没想到生病了还有这好处，都能吃上福寿楼了。是啊，我做东，最豪华的13宴，最好的落白酒，管够。好。没想到你这坏东西还挺有善心的，看着你整个人都变得慈眉善目了许多。我保证3日之内不和你作对喽。哼。你是良心发现了，还是他们虐待你了啊？一顿饭而已，怎么就不顾自己大病初愈，非要从床上爬起来跟过来？因为这药庄中每日的饭食，通常都是由我准备的。哦，一定是你做饭做得太难吃了，是不是？药王不曾吃过，又怎知难吃啊？那，哎呀，冒昧了，冒昧了，哎，白操无礼了，那就吃一吃。啊，这个是沐雨做的桂花糕，你试下子。这桂花糕不应该是白色的吗？因为我在这糕点中加了茶末，这样不仅有桂花的清香，还有茶香。哎呀，有心了，还真的有心了。
哇，真……看来我回去还得改进改进。没想到，我师叔这样一个混世魔王，竟然也沦落至此。小二，哎，来嘞！哎，客官有什么吩咐？再来一席，半个时辰后上。得嘞。哎，等等，客官还有什么吩咐？这山药糕做的不错，请问如何烹制的？客官，我只是个小二，不会做菜。要不您等会儿，我带您见我们家厨子，向他们询问询。不用不用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客官慢用啊。这厨艺啊也是分境界，你以为的你呢是在第2层，但实际上你在第1层。但是这一桌子的菜基本都在第5层，所以啊，你尽量做一些第1层的食物。师傅，什么是第1层的食物啊？就比如说这个青椒炒鸡蛋。这道菜也过于简单了。苏沐月，昔日勇的剑客，只练了袖剑19式，最终也成了一代剑仙。你就从这最简单的菜开始做起，以后也能做成那御宴。过了。那至少也是一个酒楼的小当家。到时候我们暗河的酒楼就叫做暗河宫。暗河宫，听起来不太正经啊。我觉得福寿楼的糕点一般，我出去转一圈，去锦月记去买一点糕点过来。苏长河，你今儿怎么变得这么慈眉善目？哼，你这成语用得好。你先吃，我等第2席，放心。你快去快回啊！别装神弄鬼了，出来吧。大哥，你在这南安城过得好快活啊！任务完成了，我带你们一起快活。找到下落了吗？我们派了13名机山追踪的暗河族人，发现他们离开无双城之后有2波去向，一波去了天启城。身为大皇子回天启，也是理所当然啊。我们循着宇哥下的引子，发现还有一拨人去了蜀中。蜀中？蜀中只有一个地方值得去。唐门。大皇子和唐门还有勾结。唐门不是琅琊王的势力吗？说来不久前雨墨也传回消息，说唐连月回到唐门之后便再无音讯。他逼问白小棠，而白小棠之人竟也没有唐门内部的最新消息。大哥，我们走，去锦月记，那里的桂花糕好吃，给你们1人买上1斤。走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又在想你的宇哥啊？什么我的宇哥，你别瞎说。我若是瞎说的话，你耳朵根子怎么红了？自从天启城回来之后，你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的魂儿
跟着苏米飞走了呢。你，哎，你可别碰我，我还珍惜我的小命呢。我是很喜欢宇哥，他就好像暗河里头的月亮，清清冷冷的，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。我一直认为，若论相配，这暗河里面除了雨墨就是我了。所以在九霄城初次见到白鹤怀之时，我真的很想杀了他。除却任务的原因，还有我的私心。他很耀眼，耀眼吗？但是我在天启城再见到宇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原来宇哥这样的人，也会有红尘的生动。所以我远远地看着他们，也替他们欢喜。所以，你这是放弃单相思之后的惆怅啊？你会不会说话呀你？发生了何事？查到下落了，大皇子去了天启，其他人去了他们。果然，无双城内战他们既然败了，必然会寻找新的目标。没想到居然会是唐门。哼，哎呀，这个唐门呢，是最擅长读书邪道的门派之一。要是这个叶雅带着迎客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就不简单了不？唐门是琅琊王的势力，之前刺杀唐二老爷的任务，就是针对琅琊王最看重的唐连月。或许，这背后站着的，就是大皇子。所以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哼！雨墨还在调查唐门的情况，先给他一些时间。我们最近做些别的吧，苏慕云。我们答应过暗河的子弟，会带着他们走向彼岸。南安城，你觉得如何？在这里开宗立派，怕是有些人会不答应。此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行，若是交给我，南安城谁要不答应，我就一刀把他宰了。那我便不管了。苏家主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谁伤的你？长烈。我和雪薇刚到南安城，就看见昌黎被凌霄宗的弟子给赶出来了。本想着给对方一些教训，雪薇连督长都已经抬起来了，可昌黎却说你跟大家长有令，不得伤人性命。大哥和家主让我去找一块风水宝地，我在牙人的介绍下找到一块景好地好的山庄地皮，可那地皮是南安凌霄宗的。凌霄宗的几个弟子不知哪儿来的消息，一见面便看破我是暗河之人。他们说暗河不被南安城欢迎，暗河要想在南安城偷偷摸摸驻扎，他们不管；但要是想光明的住下，他们头一个不让。哦，他们还说暗河鼠辈趋向光明，难道就不怕灰飞烟灭吗？想必这位便是苏家主。我奉师命追随暗河子弟而来，多有叨扰。哼，没想到你们竟真的见不得光。我居在一家药庄里头。暗河已非昔日之暗河，如今想在南安城开新宗除旧派，凌霄宗也不许吗？这些地皮多为富户所有，而我们凌霄宗与滴水仙方和那些富户关系亲近，我们是不会让他们卖给你们暗河一寸地方的。我们宗主说，暗河沾的血腥太多，南安城庙太小，容不下一尊修罗。
宇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红熙和子怡都来找我看外伤？苏长礼，你怎么也受伤了？跟我来，我给你包扎。好。原来你们特意让我们来南安城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啊？你们这是要在南安城开宗立派啊？想想就不是件易事儿。早知道我就跟七刀叔换了，他不也是家主吗？我呢就和雪薇留下来，镇守暗河，让他来。算了，他来了的话，指定把那些人一刀都给砍了。告辞，慢走慢走。等等，苏公子啊，我知道你与鹤羽药庄的那位神医有关，不是我为难你们，实在是凌霄宗和滴水仙锋说了，不能卖任何一块土地给你们的。您实在要寻一块地皮的话，不妨去长生门的驻地打听打听。长生门，这长生门呐，并非南安城本地的事，是从四怀城那边过来的。虽说这强龙不亚地头蛇，可就是这条过江龙，偏偏从凌霄宗和滴水仙锋的嘴里咬下一块肉来。现在南安城里那些不在两派控制下的土地，正是归他们所有啊。多谢。站住！叫你来怎么这么子？住手！住手！谁啊？他不过是一个孩子，何必下这样的杀手？你们说好，我打赢了擂台，这钱袋便归我的，为何言而无信？你一个客栈跑堂的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长生门的刀手？就是，定是用什么诡计赢的。跟我们回去好好交代。谁会一辈子做一个跑堂？我就是靠自己赢的。我知道。这位兄弟，你若再敢多管闲事，最低劣的勇气，来自于愤怒。不会是在这站着呢吧？但我们的刀怎么断了呀？啊！我刚才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内力。谁在这里闹事儿啊？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！谁把他的刀弄断了？是我。你是谁呀？从哪儿来的呀？葛兄。哎，你大爷！敢直呼老子的名讳，我找死吧你！哎，等等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老子的本名啊？啊！这是葛长生，长生门的门主。黑水寨一别已有3年，看来长进不少。你是？那个误会啊！既是误会，那为何他们还举着刀？啊！哎，放肆！你放肆！不！那个，我不是说你啊，我是说他们。你们是不是傻？你们，快把他收起来！是。那个，属下管教无方啊，别介意啊。听说你是四怀城的恶霸，可这是南安城，你对这里也很熟吗？这里人多眼杂的，正好我也有事，需要拜托你帮忙。啊？哎呀，当年幸得苏公子手下留情，我才能留下这条性命，才有了今日的长生门呐。你当年虽然在黑水寨做事，却救了不少无辜之人。你的命是自己留下的，不提这些往事了，聊聊我所说之事。这暗河在南安城内开宗立派，这件事情很难聊啊。如今的南安城中，我们连一个愿意把地卖给我们的牙人都找不到。
哎，不过，既然我正好在南安城办事，又正好在这儿遇见了苏公子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，我保证，明儿一早就将地契交送到药府。那便有劳了，多谢。哎，客气了。你这什么破阵，跟个乌龟壳似的，一个破绽都找不到。这可是我自创的阵法，连你的毒都能防住，一时半刻可发现不了破绽。不，我发现了破绽。哦，是吗？你先把你这乌龟壳收了，我就告诉你。什么破绽？我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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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装什么装啊？我根本就没碰上你，早就防着我这一招。我就是想逗你笑笑。学妹，你说我这阵法配上你的毒，如何？如果那样的话，宇哥，你们聊完了？聊完了。所以，我们什么时候把暗河的驻地搬到这里来？或者干脆把药庄搬到暗河里去算了？你这什么馊主意？你是让病人来暗河来找神医治病吗？谁会来？这个问题，或许明早便能解决了。长生门的人还没到吗？是，这都中午了。你说那葛长生，他是不是食言不来了？再等等。公子，长生门外一大早就来了好多官府中人，他们将葛门主抓走了。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那些官府中人说葛门主杀了知州之子。什么？这可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。你可查到什么？葛长生，四怀城大名鼎鼎的破烂王，长生门门主。他这次和知州之子有一笔古董交易，但是这笔交易已经达成。这是昨晚发生的事。昨晚，葛长生昨晚只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拿到了山秀庄园的地契，这应当是昨天他答应你的事情。第2件事就是去知州府交易，但是在他离开后不久，知州之子就被发现暴毙于自己的屋中，葛长生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现已被暴怒的知州大人投入了牢中。站住！又是你，苏家主，只要你带着暗河中人离开南安城，葛长生便会被放出大牢。这是凌霄宗的意思？这是自然，我们会放过葛长生，但是暗河与长生门必须给我滚出南安城。滴水仙方目前已经守在长生门的驻地，他们自然是一个意思。你们2家这是联手？没错，识相的话就立马。你没资格和我对话。我，你，这是凌霄宗掌门。有这个资格和你对话吗？此去，再过去一条街便到了知州府。你想见知州啊？苏明宇，你疯了吗？你也没资格。鹤羽药庄预嘱知州大人查验公子尸体。你是何人？听闻贵府公子身亡，凶手是名江湖中人。是又如何？你是来替这个江湖中人求情的？他死不足惜，罪该万死。若我能证明凶手不是他呢？你说什么？
神医大病初愈，还请劳烦知州大人随我到药庄走一趟。敢问知州大人，贵公子的死因是？少爷心口的匕首是那葛长生的心爱之物，这不是显而易见，是葛长生用匕首杀死了少爷。仅凭一把匕首就能判定杀人凶手，也未免太武断了些。说的不错，他不是死于锐气，是被人在酒水中下了毒，死后再将这柄匕首插入胸口的。你又是什么人？神医之名，我听闻已久，只是仵作才验过尸体，并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迹象啊。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毒。失去魂丹，中此毒之人，死后甚至心脏都还在跳动，与常人无异。可是脑子呢，却已经被尸虫啃食得一干二净。所以你们的仵作查不出来，还以为这刀是在人活着的时候被捅的。你们可以开颅看一看，可是啊，要小心那些尸虫。若是被咬了，只能等我那小师侄从山上采药回来，才能救你们。我可不擅长和这些恶心的东西打交道。南安城中哪个门派擅长用毒呢？赶紧去查。是。抱歉。哎，公子道什么歉呢？若不是你，我现在就要被他们冤枉，折磨致死了。哦，对了，公子要的地契，我已经帮你拿到了。我帮公子找到了一块好地方。多谢，但不必了。啊？什么？知州府之子的死，是凌霄宗和滴水仙坊联手所为，他们会因此付出代价。若不是因为我拜托你帮我办的事，他们也不会因不是暗河的对手而嫁祸于你。哎，这暗河若没有足够强大的助力，我们要想走在阳光之下，只会受到更多阻碍，甚至还会连累帮助我们的人。这次只是南安城的2个门派，若真开了牌，怕是整个江南的势力都会有所异动。公子是想要出趟远门了？这说，长河，雨墨那边有他们的消息吗？唉，没有。怎么了？他们的事，或许能成为一个契机。契机？你想和唐门结盟？我思来想去，唐门是最合适的。唐门虽是一个大派，修的却是暗器与毒术。当年立派之时，同样不被世人所重，与如今的我们一样。还有，你前几日和我说，与大皇子有关的夜鸦往唐门方向去了。夜鸦修的是药人之术，这背后定有阴谋，甚至还有可能是针对琅琊王的。没错，你想通过帮唐门解决这个阴谋，来换取结盟的可能，甚至可以和琅琊王建立某种联系。什么？那最后我们暗河还是要吃皇粮？那和以前跟尹宗有什么区别呢？琅琊王不一样，
它代表着北离最光明的那一面。啊，听起来倒是不错。